12月13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近期，民进党双独组合为打选战，手段层出不穷，不断拿两岸关系制造话题。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干着台独的勾当，却打着和平的旗号，可谓是无赖至极。台独意味着战争。不过，融合的“融”字最近以最高票当选2023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朱凤莲就表示，两岸同胞应携起手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共享两岸关系其乐融融的发展红利。这一个“融”字呢，代表了两岸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的心声，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的朴素的愿望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可谓是一字千言，众望所归。我们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回正确轨道，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享受到两岸关系其乐融融的发展红利。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民进党当局莫名其妙禁售大陆小吃螺蛳粉和魔芋爽，但近期酸菜鱼等风靡大陆餐饮业的菜式也在台湾街头流行。朱凤莲表示，她自己也是最近才解锁了这一美食。台湾呢有很好的乌鱼、石斑鱼、鲈鱼，我相信呢用来做酸菜鱼味道应该是很不错，也很适合冬天吃。之前呢，台湾的珍珠奶茶、卤肉饭、炸鸡排在大陆是很受欢迎。那现在呢，大陆的螺蛳粉啊、梅花糕啊、酸菜鱼啊，还有椰子鸡等等，在台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美食热。这充分说明呢，两岸是同文同种、同风同俗，有一样的美食的爱好，有一样的文化品味。两岸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但随着岛内2024选举临近，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及其副手萧美琴近期多次就两岸关系发表不当言论。针对这对双独组合以选对的人、走对的路作为竞选口号，朱凤莲予以驳斥。我看到有舆论指出，其所谓对的人指的是台独工作者，所谓对的路指的是台独之路。那大家都很清楚，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是和平破坏者，是战争制造者。而所谓台独之路是邪路，是绝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为了自身的安宁和福祉，坚决反对台独。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日前叫嚣不赞成与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并称如果服贸通过，就会有大批大陆人进入台湾抢台湾人饭碗，会影响当地的生意。朱凤莲表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两岸双方授权代表经过多轮商谈达成的，历经10年风雨洗礼，越来越多岛内人士，尤其是业界认识到，两岸服贸协议有利于提高两岸服务业水平，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有利于两岸经济，特别是台湾经济发展。大家认真去看一看服务贸易协议的24项条款，就可以发现，这一份服务贸易协议不仅不会伤害台湾业者的利益，不会抢了台湾人的饭碗，反而呢会通过促进两岸服务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及便利化，给台湾业者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赖清德为了谋求一党之私，故意抹黑服务贸易协议，杜撰莫须有的威胁，才是真正的砸台湾人的饭碗。近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葛瑞蒂宣称，美国国会可通过编外额外拨款预算来给台湾地区等提供所谓安全援助，鼓吹加大力度武装台湾。对此，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武装台湾，把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真正落到实处。美国某些政客把中国台湾地区和世界上正陷入战火的国家列在一起，是打的什么算盘呢？是想要如法炮制，把台湾变成战火纷飞的战场吗？一旦台海因为台独或外部势力介入而爆发战争，台湾变成战场，那台湾老百姓就会变成国协，变成炮灰。近期，美国学者葛莱伊等刊文提议，赖清德如果胜选，民进党应该冻结台独党纲。朱凤莲表示，必须指出，台独损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与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国家统一。相信台湾同胞在关键时刻会做出正确选择。大家看到民进党死抱台独党纲，固守台独分裂立场，过去7年不断的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真正破坏者，是台海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的威胁。岛内近年来流行语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但蔡英文等人仍在自我麻痹说没事。对此，朱凤莲再次重申反台独的红线。台独意味着战争，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民众利益福祉的最大威胁。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明辨是非，识破民进党当局的欺骗宣传、选举花招，在事关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年以来，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很多台湾青年呢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很多青年呢，他们都用3个字来概括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不一样。他们说，他们在大陆看到的东西和在台湾看到的资讯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可能他们会认为，大陆人会排斥台湾人，不喜欢台湾人，认为大陆比较落后。但是他们到了大陆一看，原来大陆各地很繁华、很进步，有很多的机会。大陆人对台湾人也是非常的友善、非常的热情。所以呢，他们说以后他们会常来大陆，不要让岛内负面的资讯限制了他们的想法，限制他们的想象。今年以来，两岸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展现出新的活力和可能性。朱凤莲用“不一样”这3个字来形容自己对当前两岸交流的感受。他观察到，先前存在的一些偏见正在逐渐消散，大陆的繁华、进步和蕴藏的机遇正改变着两岸民众的互动与认知。他呼吁，不应让岛内的负面信息限制了对大陆的认识和想象。这些言论也得到了现场记者的认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无疑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期盼和责任。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必然。2024台湾地区选举已白热化。那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35.1%，国民党侯康配32.5%，柯盈配则为17.0%。那最新民调是否暗示岛内政治动向正在发生转变呢？确实，这个数据的变化呀，显示出来最近这段时间岛内选举的最新变化。应该说呢，目前这个阶段看起来呢，蓝营的这个支持度啊在逐步的上升，而且跟绿营的支持度啊一直咬紧在5%左右。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应该说对于未来投票呢，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未知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看到白营的这种支持度呢，大概是在17%左右啊，基本上这就是属于白营的基本盘。未来呢，白营的基本盘是否会发生这个分化呀？是否会发生西瓜微大边的这种弃保效应等等，也还值得观察。总体上看起来呢，现在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未来能够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的呀，大概还有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蓝绿的基本盘到底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第二点呢，就是投票率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台湾岛内的这个投票率呢，一直影响着最终的这个蓝营绿营的候选人的这个胜负。这一次啊，也要看到底谁的投票率更高一些。那么这些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点啊，就是看最后是否白色阵营会出现弃保，是否会出现分流等等啊，这样3个因素呢，应该说是关系到未来最终的选举的结果。萧美琴日前在被问及两岸议题，声称维持现状是国际最大公约数，选战正酣。那萧美琴这一言论暗含哪些政治盘算呢？朱先生，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所谓的两岸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也就是两岸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那么这才是当前的两岸的现状。我们知道肖美琴口里边所讲的两岸现状是跟美国所讲的两岸现状如出一辙。美国所讲的两岸现状就是两岸目前分治的所谓的现状，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呢，两岸各管各自的这样一种现状。而对于肖美琴来讲呢，除了这样一层含义之外呢，恐怕还有他自己的一层含义。我们都知道，肖美琴是非常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台独的这个分裂分子，那么他也是被大陆2次点名上榜的这个台独分子。所以说呢，对于他心中所讲的两岸现状恐怕就是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一边一国的现状。那么这种所谓的一边一国的现状本身是严重违反了包括台湾岛内法律明确规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的违法性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肖美琴也知道自己如果说把自己的所谓两岸现状的这个内涵全部的完整的揭示出来的话肯定会丢失掉中间的选票，也会丢失到更多的支持者。所以说呢，在这里用非常含糊其辞的两岸现状，一方面取悦于美国，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台湾岛内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感到安心。但是他就是不提两岸现状的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内涵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本身就是经常操弄选举使用的一些招数。所以他讲的两岸现状到底是什么，他自己心知肚明。现在之所以用两岸现状这个词来号召他的所有选民，来安定他的所有选民的这种民心，本身呢恐怕是有着自己选举的考量的。有声音形容台湾地区是小气政治。从一系列选战来看呢，您认为岛内政治呈现出怎样的格局？未来趋势如何呢？确实用小气政治来形容台湾岛内的这个政治人物确实是恰如其分。目前看起来岛内的这样的不少的这个政治人物相对来说确实是格局并不够大，也就是只看岛内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民意支持度，只看自己最终选票能不能这个跨越到自己当选的门槛，只看自己能不能手中握有相关的一些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格局呢，会使得台湾岛内的政治人物每况愈下。我们也知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因为岛内相关的政治规则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岛内的政治规则所塑造出来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是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一种这个态势，这样的一种的基本的趋势去发展的。所以现在台湾岛内呢，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被排除在主流的政治圈之外。而在这个主流政治圈之内的一些人物呢，则是抓住了岛内的选举的规则，不断的迎合岛内的这些民众的这些选票。这个尤其是在关键时刻选举的时候，一些选民的一些需要，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些小气的一些政治本身就是为了自己捞取选票，其他一概不顾的这样一种做法。我们都知道，目前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已经使得台湾岛内的很多问题逐步展现出来。比如说，单纯为了迎合选民而导致的台湾岛内的相关的一些电价没法往上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没法保持它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诸多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导致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状况每况愈下。其实岛内的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在民进党执政这8年以来呢，其实他不断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这个政商的勾结，进行自己政治的这种这个腐败等等诸多方面的一些原因岛内的民众非常的不满意。